再卷到极致的天界。他是司命殿里最不起眼的打杂小仙，人生格言是：只要我不努力，命运就没法对我下手。那一天，天界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。战神九仓，那个冷得像冰块，强得像外挂的男人，要下凡历劫了。九仓修的是无情道，为了突破修为瓶颈，天帝亲手写了一个绝世虐恋剧本，让他在凡间爱上一个疯狂伤害他的毒妇，最后在爱而不得中完成觉醒。顾悠悠当时正趴在云朵上，一边嗑着鲜瓜子，一边偷看战神那张帅得天怒人怨的脸，心里感叹：长得帅有什么用？还不是要下凡去受罪。还是我这种咸鱼舒服。没想到瓜子皮一滑，顾悠悠身子一歪，竟直接跟着九仓栽进了轮回井。九仓上神，救命啊！两道光影划破天际，堕入人间。顾悠悠醒来时，发现自己正坐在大业王朝摄政王府的喜床上。根据这具身体残留的记忆，她是宰相府最不受宠的庶女，机关算尽才嫁给了战功赫赫却身中奇毒、双腿残废的王爷九仓。按照剧本，他今晚应该在河井酒里下毒，或者在枕头下藏匕首。门被推开，坐在轮椅上的九仓被推了进来。那双眼睛即便是凡胎，也依旧带着九仓上神那种睥睨众生的含义。顾悠悠，你终于如愿以偿了。九仓的声音低沉且冰冷，但这王妃的位置你坐不稳。本王给你3个月时间，若你安分，我送你走；若你作乱，这喜房便是你的灵堂。顾悠悠只是兴奋地搓了搓手，眼睛发亮地问：王爷，您说真的？包吃包住不干活，3个月后还有遣散费，这活我接了。他准备好的一肚子警告与羞辱，硬生生被这女人给噎了回去。顾悠悠，你这是在玩欲擒故纵。九仓冷冷地看着他。顾悠悠头也不回地答道：王爷，欲擒故纵太累了，我这叫入土为安。只要我躺得够平，情节就伤不到我。接下来的1个月，顾悠悠彻底放飞自我。他把王府后花园的假山拆了，种西瓜，还雇了个叫苏青的机关师。苏青是个清秀的少年，话不多但手巧。顾悠悠躺在特制的全自动按摩椅上，嘴里含着苏青未来的冰镇葡萄。苏青啊，你这摇扇机的频率要是再快一点，我这辈子就不想回老家了。正说着，一阵轮椅的沙沙声传来，空气瞬间骤降10度。九仓出现在凉亭外，看着顾悠悠那副没骨头的样子，还有苏青那双正打算帮他揉肩的手，他手里的檀木珠串猛地被捏碎了1颗，指尖甚至因为愤怒而微微颤抖。顾悠悠，九仓咬着牙，每一个字都像从冰窖里蹦出来的。哟，王爷您来啦！顾悠悠打了哈欠。苏青，快给王爷展示一下你的新发明——全自动轮椅加速器，保证王爷能在府里飞起来。滚！九仓对着苏青冷冷吐出1个字。苏青吓得屁滚尿流地跑了。九仓盯着顾悠悠，那种眼神根本不像一个凡间王爷，倒像是天界战神要大开杀戒。你身为王妃，竟然让一个外男近身，你的廉耻心呢？顾悠悠一脸无辜。王爷，您不是不爱我吗？苏青，他只是个工具人。再说了，我就算找人爱，那也是我的自由吗？您忙您的家国大业，我忙我的吃喝享乐，咱俩井水不犯河水。九仓气急反笑，他竟然在那一瞬间忘了自己双腿残废的设定，猛地抓住了顾悠悠的手腕，将他整个人拽到了怀里。顾悠悠愣住了，这男人的力气大得根本不像个病秧子。顾悠悠，本王就算死，你也得死在本王的墓穴里。他的声音沙哑，眼底闪过一抹连他自己都没察觉到的疯狂。
从明天起不准再见那个男人，否则本王就杀了他。王爷，你这是吃醋了？顾悠悠弱弱地问。九仓僵住了，随即甩开他的手，脸色阴沉地转身离开。轮椅差点撞到门框上。接下来的日子，他故意带别的女人在顾悠悠面前晃悠，他却在帮那个女人挑选胭脂，还真诚建议这颜色显白，王爷一定喜欢。他故意假装中毒，想看他会不会为自己着想。结果顾悠悠一听说他快死了，竟然高兴地去量尺寸，说是打算给他定做一副最贵的楠木棺材，让他走得体面。这种你追我跑的僵局，在一场深夜刺杀中被打破了。那一夜，反派派出的数十名死士闯入王府，九仓为了保护顾悠悠，正打算不惜耗损寿元，动用神识，却看见顾悠悠从被窝里钻出来，一脸起床气，吵死了，还让不让人睡觉了？顾悠悠闭着眼，随手挥出了一道淡金色的光芒，那根本不是武功，那是纯正的仙力。10几个刺客瞬间像纸片一样被贴在了墙上，连闷哼都没来得及发出。九仓站在走廊尽头，手里握着长剑，眼中的震惊缓慢散去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猎人抓到猎物的狂热。他一步步走向顾悠悠，每一步都踏得极重，哪里还有半点残废的样子。司命殿的顾悠悠，九仓上神的声音不再隐藏，带着神灵特有的威压。你这道仙法使得很有长进啊！顾悠悠彻底清醒了，看着眼前这个站得笔直、气场全开的男人，手里的被角滑落。九仓上神，你的腿早好了。腿九仓冷笑一声，猛地将他抵在门板上，指尖挑起他的下巴。本座不装残废，怎么能看到你这条咸鱼是怎么在凡间勾三搭四的呢？上神，这是误会，我只是想努力让您成功历劫。九仓的鼻尖抵着他，声音充满了威胁性的温柔。你所谓的努力，就是让本座天天看着你跟别的男人研究怎么躺得舒服。顾悠悠，你这劫力可真是精彩绝伦啊！九仓上神彻底疯了，他不再去管凡间的大爷，而是把顾悠悠关在金屋里。九仓，你这是不按剧本演，天帝会生气的。顾悠悠趴在柔软的丝绸堆里，试图讲道理。天帝九仓解开领扣，坐在他身边，手里拿着一串剔透的紫葡萄，亲自喂到他嘴边。他若有意见，让他亲自下凡来跟本座谈。至于你，既然喜欢摆烂，那就在本座怀里摆个够。接下来的半个月，是顾悠悠这辈子过得最累的生活。九仓上神像个得了分离焦虑症的巨型犬，他睡觉他要在旁边看着，他吃饭他要亲自喂。九仓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在体会情节。九仓附在他身侧，声音低沉。司命官说，情节的最高境界是求而不得，但我发现我不想要那种境界，我想要的是你这条咸鱼心里只能装下我一个人。顾悠悠看着他那双偏直到发红的眼睛，心里那个摆烂的角落竟然悄悄裂开了一道缝。最终历劫的时间到了，天雷滚滚，要强行将两人的灵魂带回天界火海中。九仓用尽全身神力护住顾悠悠，他的神魂因为强行干扰历劫而受损，甚至面临神格陨落的风险。顾悠悠回了天界，你要是敢装作不认识我，我就把司命殿给拆了。顾悠悠看着这个平时高不可攀的上神，此刻为了护他，竟然满身血污，他心疼了。那颗咸鱼心第一次为了某个人跳得飞快。九仓，别说了，只要你活着回了天界，我陪你一起内卷还不行吗？当两人重回天界，所有仙娥都等着看九仓上神历劫归来的威仪，却没想到战神大人回宫的第一件事
不是去见天帝，而是黑着脸冲进司命殿，在众目睽睽之下，将那个正打算偷偷溜走的小仙子拎了起来。顾悠悠说好的陪我内卷呢，上审我开玩笑的，躺平真的比较舒服。九仓勾唇一笑，将他扛在肩上，留下一句话震撼全界：想摆烂可以来我战神宫，我这辈子亲自给你当靠椅。从此天界多了一段传说，想当咸鱼不可怕，可怕的是你身后的靠山是全界最强的战神。哎呀，故事说到这，我又要去补觉了。这年头当个咸鱼容易吗？不仅要躲避天界的内卷，还要防着某位战神突如其来的关心。好啦，如果你喜欢今天的战神 vs 咸鱼历劫大战，别忘了动动你尊贵的手指，点个赞，订阅我的频道，并开启小铃铛。你的每一个订阅都是我继续在天界摆烂，哦不，是更新故事的动力。留言告诉我，如果你是顾悠悠，你会选择跟着战神回宫卷起来，还是继续留在凡间当个快乐的小富婆？我们下一个故事不见不散哦，晚安。